我是阿狸。由於今年存儲暴漲，所以對於預算不高的剛需黨來說，26年傳機的核心就是庫存，還是他媽的庫存！打遊戲減 DDR4 庫存，生物辦公選去年內存 SoC 共同封裝的 Luna Lake。但我始終認為，這波高端筆電暴漲不光是因為存儲，因為就算今年存儲再怎麼漲吧，也不至於5060本賣2萬塊。個人認為，除了存儲，還有就是模具設計不計成本。不管你接不接受 OLED， 先上 OLED 再說。一層還不夠，必須多層堆栈，亮度拉到1000尼特。你喜歡輕的筆記本是吧？沒有問題。那個研發過來一下。我們今年的筆記本啊，要用新的材料，重量呢控制在1.5千克以內哈。什麼？塑料？你搞什麼呀？我们肯定要用金屬呀！我們品牌是什麼調性嘛？必須金屬哈。哦，你喜歡遊戲本是吧？哎，沒有300瓦，怎麼好意思叫遊戲本嘛？哎，那個研發，你給我過來！研發，我們今年一定要做一台300瓦的遊戲本哈。什麼？水冷一點都不方便呀，必須要是风冷300瓦，少1瓦都不行哈。不可否認，筆記本的散熱和釋放確實重要，但今年這一波模具大戰直接將頂級16寸的遊戲本釋放捲到了300瓦的大關。那麼在同配置的情況下，釋放多個幾十瓦，實際遊戲到底會提幾幀呢？如果你準備在今年底或者27年傳遊戲本，尤其是盯着 HX 後綴這種高功耗 CPU 7000以上的顯卡，那今天這期視頻的測試可能真的會對你產生幫助。也非常感謝惠普 HyperX 為這期視頻贊助了風冷300瓦的頂級模具，沒錯，它就是 HyperX 暗影精靈 Max。搭載英特爾酷睿 Ultra 9 290HX Plus CPU，支持英特爾2進制優化，顯卡為 RTX 5080，實測整機總釋放超過300瓦，而它的具體配置如下。當然，我也不會因為是贊助就只說好話和美化數據，也懇請各位給我一點點的基礎信任。此次測試，我選擇了去年總釋放280瓦 275HX 加5080水冷旗艦本，以及同配置的主流240瓦風冷本作為參照。首先是理論方面，由於3台樣機 GPU 都是175瓦5080，顯卡分幾乎一致。290HX Plus 和上一代 275HX 的規格非常接近，只看 CPU 理論也不是很大。但如果是雙滿載嘛，我們可以看到300瓦總釋放下 CPU 可以分到126瓦，280瓦能分到110瓦，主流的240 CPU 只剩可憐的65瓦。之前我的節目說過很多次，多數3A 和2游屬於是既吃 CPU 又吃顯卡的雙受限，其中以地平線6、無主之地4、Doom、紅色沙漠最為明顯。在同為175瓦的5080下，因 CPU 分到的功耗不同，實際幀率可以拉開10%以上，多的甚至有20%。活到之门這種特別吃 U 的，雖然平均幀看着只差了10幾幀，但 low 幀能差將近1倍。主流的廣游、2游領先大幾十幀是常態。我說過不會因為是贊助就特挑數據，純吃 GPU 的遊戲300瓦確實和240沒啥特別大的差距。国魔丽影2077領先明顯的原因是 290HX Plus 支持2進制優化器，這兩個遊戲剛好就在優化白名單。開關優化器幀數差異巨大，也請各位記住這個名單，都是會給英特爾新 U 開綠燈的遊戲。但如果從31項包含熱門3A、網遊、2游、電競生產力的綜合表現來看，性能釋放對於高配遊戲本真的非常重要。
只是吃 CPU 的贏得多，不吃 CPU 的贏得少。但如果你的預算只夠買 U5 加5060，就不用焦慮模具了，160瓦總釋放的輕薄本都可以隨便帶。所以真心希望各大廠以後不要搞什麼頂級遊戲本模具打60檔顯卡賣高價，8090反而扣搜功耗壓 CPU 的神奇配置。我也發現了一個現象，一旦產品拉了，很多消費者第一時間會去找客服吐槽，但大部分的客服只是外包人員。不過品牌還真的有那麼一個負責產品定位和方向的職位，沒錯，它就是產品經理。像我這種數碼 UP 主吧，平時和產品方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產品經理，會把各位向我提的問題和吐槽集中的進行反馈，以推进下一代產品的改進。所以今天我拉上了 HyperX 暗影精靈的產品經理来接受各位的拷問。我口说无凭能不能請您告訴屏幕前的觀眾，這台筆記本有哪些地方是由您來進行負責的呢？我們是負責一個筆記本，我們叫它的整個生命週期裡邊端到端的所有的事情，它的定位、定價都是由產品經理來去參與、去決定的。這一句話，我覺得大家就能明白了，你負責的這個產品其實就是你的孩子。如果這個筆記本有什麼問題的話，子不教父之過，那出現問題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來找您呢？在銷售的過程中，在用戶使用過程中，它發生的某些不愉快的這些案例的話呢，都會成為推動我、促進我在這一代產品以及下一代產品中做出改進的最大的動力。這一代的 Max 是如何在16寸下做到了300瓦的釋放？以往這樣的釋放得在18寸的筆記本才能實現。其實在中國的用戶而言的話，17寸、18寸相對來說它的便攜性有一個很大的折扣。所以我們就非常好奇這個溫度是怎麼壓下來的。首先呢，我們是用了一塊均熱板，但是比上一代的 Max 要更大。那我们也用了2根熱管去做一個輔助散熱。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呢，叫做3風扇獨立分道內吹的這個散熱技術。內吹散熱技術其實大家應該是比較熟悉了，對吧？但是為什麼我們在裡面加上了這個定語叫獨立分道呢？是因為普通的這個內吹技術呢，它通常呢2個風扇往中間這個走的內吹的風道的話呢，它是 CPU 和 GPU 共享的。顯卡的 TG Max 是87度，CPU 的話呢是100多度。那其實我們會知道說，這樣的話 GPU 對於溫度是更敏感的，所以呢它就需要更多的這個散熱的這個偏向。首先我們有第3個小風扇，把 CPU、GPU 兩邊分離開了。這第3個小風扇是只給 GPU 做這個散熱的。CPU 的話呢是相對來說一個比較傳統側出風道。那麼利用這樣的一個特殊的這個設計呢，我們才能夠實現300瓦以上的一個散熱的能力。這一台 Max 的鍵盤手感讓我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。這到底是怎麼做到的？你們是做了一些比較特殊的調教嗎？有時候大家會覺得是說鍵盤鼠標的這個手感是個玄學，鍵盤這個按鍵按下去到這個信號呢給到 Windows 這個步驟拆開來呢，是首先你按下之後有一個觸發的一個形成，必須是你鬆開之後按鍵的觸發才會確認。接下來的話呢是由 MCU 掃描，再把這個信號呢傳給 Windows。這一代呢，我們把 Max 的這個鍵盤的觸發行程從上一代的1毫米縮到了0.8毫米，釋放的響應呢從6毫秒做到了4毫秒。可能這時候會提出第2個問題是說，為什麼今年 Max 的輪詢率是1000，入門的16 Pro 反倒是8000。鍵盤的輪詢里邊，它其實只是在你摁下鍵盤到這個系統的這個信號給到 Windows 的其中的一個步驟。鍵盤的一個處理叫 MCU， 在 Max 上它的掃描時間，我们從上一代的4毫秒提到了1毫秒。Pro 16上的話呢，時間是不太一樣的，是多少呢？應該是1.4毫秒左右。所以按下鍵盤到這個信號被 Windows 拿到的時候，在 Max 上應該是在6毫秒左右。然後呢，在用了8K 輪詢率的呢是6.4毫秒。
儘管輪巡率兩者有區別，但是其實真正高階的這個 Max 其實反倒比 Pro 16是要少0.4毫秒的，這才是 Max 作為旗舰级的产品给到大家的完整的体验。但是我也很想知道，惠普游戏本未来的一个发展和规划会是什么样的？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特异化的产品呢？今年呢是暗影精灵跟 HyperX 这个品牌融合的第1年，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闪击键盘，品牌和生态融合上的第一次尝試。在以后的这个产品里边的话呢，還是要做差異化，但是這個差異化不是為了差異而差異哈，特別細節的可能今天就不能夠透露了，歡迎各位暗影精靈用戶在彈幕和評論留下你遇到的一些問題，據說產品經理會經常視奸大部主視頻下方的評論哦。當然，如果你就是想要當面問候各家產品經理，歡迎各位暑假來我的電競大碉堡玩。暑期呢，我會長時間開放大碉堡半個月，去找各品牌技術人員和關係比較好的數碼 UP 主來我這裡當一下 NPC。大家可以在我這裡免費體驗各種數碼新品和遊戲，並且包飯包飲料。想參加的觀眾呢，請留意我近期的動態。而節目的最後，我總結了一些 HyperX 暗影精靈 Max 的優點以及需要加強的方面。個人認為，暗影精靈 Max 的優勢在於豪華的供電及其優異的性能釋放，且鍵盤手感良好，擁有全高方向鍵。定價方面呢，2萬多的2950 Plus 加5080，在存儲漲價的環境下，雖然談不上便宜吧，但在一線品牌中，這個釋放、這個用料已經算是相對克制的了。而需要加強的，我認為有2點：一是16寸上300瓦的本意是為了比18寸更加便攜，但整機3000克明顯有待優化，尤其是這個460瓦氮化鎵的適配器，已經可以用於防身了。還有一點則是屏幕素質，雖說暗影精靈 Max 有 OLED 版可以選，但是 IPS 版的亮度和色域是需要提高的。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啦，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點讚哦。最後祝您身體健康，再見。